大家好，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昨天我和老搭档杰佩托解说 UFC 311期时，收获了不少的惊喜。不知道各位拳迷是否和我们一样，很多的惊喜其实来自于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在比赛之前的1个多月里，有好些网友就问过我，怪鸟和希尔更看好谁？我当时回答的就是凭感情看好怪鸟，因为仅仅是我比较喜欢他的乱战打法。这是为什么赛前鄙人没有去讲解他们的技术解析，因为我无法预料怪鸟的思路和打法，也没办法去推测希尔的上限，所以从技术层面，鄙人真的没有解题的思路。我之所以说希尔的上限我没有看到，是因为他击败特谢拉时尚有余力，同时面对佩雷拉时又输得太快，所以样本空间过大，从技术上限和体能上限都没有好的对手去匹配验证。但 UFC 311期这场对决让别人同时看到了希尔目前的上限特点和怪鸟更新的上限打法，这其实就是这场比赛给我最大的惊喜。怪鸟本场比赛改变了很多，但与其说是技术上的进步，倒不如说是战术层面的规划更多了。从硬件上肉眼可见，怪鸟上身的维度较比之前有所降低，起初鄙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谜底就在比赛过程中揭晓了。怪鸟加强了运动战的快进和躲闪，不再凭借身体强吃和对轰，所以缩减了维度。显而易见，这么做的确是成功了。怪鸟本身就是运动神经发达、反应敏捷的选手，只是他在以往凭借身体条件拼拳的打法，让我们忽略了这些细节。拥有绵长的体能和不间断重击的他，能够保持55%，仅次于佩雷拉的打击命中率，其实这是殊为难得。本场比赛，怪鸟也是吸取了2次败给佩雷拉的教训。面对佩雷拉的1番战，怪鸟进攻打入被迎击放倒；2番战时，中距离不设防被平钩击倒，中远距离靠拍挡判断失误被终结。所以本场比赛没有犯类似的错误。他将曾经的快速打入改为快进快出，将曾经的阵地战压迫换拳改为了偷袭躲闪。这是本场比赛在战术思路上的根本性变化，从技术方面体现为强化了中远距离摇闪和近距离趋避防守，吃到对手的重击明显减少了。从狂野少年到多了几分规矩的武士，怪鸟的确进化了，不再莽撞的他对自身的硬件条件发挥得更恰当。于是第1回合有了漂亮的迎击击倒希尔，第3回合有了多次的前手拳偷袭命中，之后突然接后手拳命中对手下巴终结。这样的打法其实有几分功力，近似一种机会主义打法，因为需要靠关键的打击去拿下比赛或回合。例如在第2回合没有寻求到关键重击机会，就被希尔大大的拉开了打击命中数。但怪鸟这种类似于偷袭的打法，在他身上还是有促进作用的。马苏维达尔、惠特克、听田龙泰，甚至罗梅罗都是类似的打法，区别在于惠特克靠脚步和反应速度拉距离，罗梅罗靠爆发破防御，龙泰靠速度建立准确性，马苏维达尔纯粹是偷袭摇奖。怪鸟却比他们都有优势，在量级中既有重击优势，也有反应优势，更有身材硬件优势，再结合体能优势和硬度优势，甚至在远距离非交战区还有腿长的距离优势，于是便有了今天的结果。希尔倒不是没有机会拿下比赛，但如果长期看过希尔比赛的朋友们应该了解，面对特谢拉之前，希尔的优势是比较稳固的长距离拳法、充沛的体能和良好的纵向移动能力。他通常凭借体能和硬度给予对手消耗后，再进行中距离组合拳的打击。但面对特谢拉的备战期间，重点方向改为了防摔，同时增加体重，打法由运动战改为了阵地战。随着技术重心的变化，希尔的脚步变慢了，更多是习惯压低重心。所以本场比赛他的脚步纵向移动不足，面对怪鸟的后仰摇闪难以做到远距离命中。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希尔本场比赛的双膝带着护具，可能他的腿本身的伤病也极大影响了移动，再加上勾摆距离内总是在反应过程中出现后知后觉，面对怪鸟打完即摇闪命中的反击拳较少。不过希尔的韧性很强，首回合被怪鸟重击后吃了不少的组合拳，的确打掉了状态，但在第2回合能够状态回归，这也是殊为难得的品质。在第3回合的关键拳命中上，怪鸟还是有心思的，几乎打了一整场的单击偷袭，突然改打了1-2组合，结果就是准确命中了希尔的下巴，甚至前手拳命中后打出的后手拳貌似是临时的。
因为前手拳命中时，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怪鸟的后手似乎没有准备，但依然凭借敏捷的速度快速准确命中。比赛的结果并非偶然，其中的道理鄙人粗浅地分析到这里。如果怪鸟还真的有机会挑战佩雷拉，我相信痛定思变的他应该会比之前有更好的表现。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我们下期再见。